一名年轻女子回家途中无故失踪，警方介入后，在一处偏僻的灌木丛里发现了她冰冷的尸体。虽然案发现场发现了很多证据，警方也锁定了几名嫌疑人，但经过调查后，他们都被排除了嫌疑。由于缺乏有价值的线索，案件的进展一直停滞不前。就在警方一筹莫展时，一通举报电话改变了调查方向，真相终于慢慢浮出水面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诺姆镇，这里位于苏俄半岛的西部，曾是该州最繁忙的小镇之一。巅峰时，这座偏远的小镇人口一度超过了2万人，其中多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。1910年，随着淘金热的消散，该地区人口也随之减少，如今仅剩不到4000人。他们多数是当地原住民因纽特人，主要从事渔业、手工艺品以及旅游等相关行业。主人公索尼娅出生于1984年4月13日，案发时年仅19岁。索尼娅在阿拉斯加一个人口不足600人的乡村长大，他们一家是当地的原住民，平时很少有机会离开这里。作为一个在小地方长大的女孩，索尼娅非常向往大城市的生活。为此，在高中毕业后，她决定去夏威夷完成后面的学业。在这段梦想开始之前，索尼娅需要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，她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大学的学费以及生活费。为了能赚到更多的钱，索尼娅离开家乡，来到了该州较为发达的诺姆镇。在这里，她找了一份医院助理的工作。索尼娅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她拼命工作，减少开支，最终攒下了一笔足够多的钱。可是就在她即将开启大学生活的前几周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所有计划。2003年8月10日，一个平常的周天晚上，索尼娅和室友应朋友邀请参加了一场聚会。在聚会上，他们喝了一些啤酒，玩了一会儿游戏，时间很快来到了凌晨1点左右。当时索尼娅感觉身体有些疲惫了，她想结束聚会，早点回家休息。为了不扫朋友们的兴致，她没有叫上室友，而是决定一个人离开。诺姆镇是个人员相对稳定、犯罪率较低的小镇。当索尼娅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她的朋友们都没有意识到会有什么危险。直到第二天早上，他们发现索尼娅没有回家后，才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。经过2天不断的寻找和打听，他们依然没有索尼娅任何音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索尼娅的室友匆忙来到警局，报告了失踪的消息。了解完整个事发经过后，警方首先对他们的住所进行了检查。在索尼娅的房间里，警方找到了她的个人证件以及一些贵重物品。根据这些发现，警方排除了她离开这座城市的可能。接下来，警方组织了一批志愿者，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行动。8月13号晚上9点左右，搜查队在一处偏僻的灌木丛里发现了索尼娅冰冷的尸体。当年诺姆镇的警局只有8名工作人员，一位负责处理各种事务的警长以及7名普通的巡警，无一例外，他们全都没有凶案调查的经验。出于这个原因，警长第一时间向州警局发出了求助。第二天下午，一支来自安克雷奇的调查人员来到了当地。经过简单了解后，他们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工作。索尼娅全身赤裸，躺在了一个碎石坑里，她的脸上有明显的淤青，头部有一处枪伤。尸体周围除了一只黑色袜子以外，没有发现其余的衣物。扩大搜索范围后，警方在附近的小路上找到了一个清晰的轮胎痕迹，旁边折断的树枝上发现了汽车经过时留在上面的蓝色车漆。根据这些发现，警方有了初步判断，这名凶手开着一辆蓝色汽车来到了这里，他的作案动机很可能是性犯罪。作案结束后，为了销毁证据，拿走了索尼娅的衣物。得出结论后，警方开始筛选符合特征的可疑人员，他们把调查重点放在了拥有蓝色汽车并且和索尼娅认识的人身上。通过梳理索尼娅的交际圈，一名叫唐尼的可疑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。据了解，唐尼对索尼娅非常迷恋，而且名下还有一辆蓝色的皮卡车。有了这个发现后，警方马上对唐尼进行了审讯。整个对话过程中，唐尼表现得有些不太配合，他不愿意谈论和索尼娅之间的事情，只是简单的说案发时他没在当地。对于这种说辞，警方肯定是不会相信的。审讯结束的1天后，他们获得了搜查令，突袭检查了唐尼的家。
在他家的车库里，警方有了一些重要发现。鞋架上有一双沾满血迹的白色运动鞋，皮卡车的货箱里还有一块带有血迹的蓝色防水布。除此之外，在汽车的副驾驶座位上还找到了3支可疑的猎枪，其中有一支猎枪的枪托上被检测出了血迹。这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唐尼与这起案件有说不清楚的关系，于是警方对他进行了第2次审讯。这次审讯，唐尼明显有些慌了，他急切地表示，在他家发现带有血迹的物品其实是豪猪的血，是前几天他在打猎时留下来的，他绝对不可能是伤害索尼娅的凶手。警方对这种说法仍然保持怀疑，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前，唐尼暂时被警方拘留。几天后，警方拿到了详细的检测报告，尸检结果证实索尼娅为枪击所害。虽然她被发现时一丝不挂，但是法医并没有找到她被侵犯的迹象。在对唐尼家发现的物证分析后，确定那些血迹是动物的血液，而不是人血。唐尼汽车的车漆也与案发现场发现的油漆成分不符。更重要的是，那3支猎枪的口径与作案凶器完全不一致。毫无疑问，唐尼确实是无辜的，于是他很快被警方释放。虽然这次调查没有任何结果，但是当时的警方仍然相信找到那辆蓝色汽车就是破案的关键。接下来，警方对小镇内所有汽车进行了排查工作。好在当地的人口不多，公共设施也非常少，最终他们在一个停车场里发现了一辆非常可疑的蓝色皮卡车。通过查询车牌信息，警方很快找到了车主本杰明。当时本杰明正和女友在商场里购买东西，得知警方的来意后，他坚称自己与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关系。本杰明表示，他和女友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，平时除了购买物资以外，很少会在当地出现。前段时间他确实和女友来过这里，但是他们在买完物资后就直接离开了，没有过多停留。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，他表示这完全是一场误会。他们回家的路线刚好要经过那片区域，碰巧女友在那会儿又突然内急想上厕所，所以为了找个隐蔽的地方方便一下，他才把车开进了灌木丛里。当时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现象，也没有发现索尼娅的尸体，所以他们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。警方对本杰明的解释表示怀疑，他们不相信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。为了验证他的说法，警方核实了他在案发期间的不在场证明。相关的票据显示，本杰明和女友于8月12号下午到达当地，而索尼娅的遇害时间推测发生在8月11号凌晨时分。由于中间间隔了1天的时间，所以警方排除了他作案的可能。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1个月了，由于调查接连碰壁，案件的进展一直停滞不前。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通举报电话直接改变了调查方向。一名年轻女子报告称，案发那晚她在家门口散步时曾经见到过独自回家的索尼娅，当时索尼娅看起来状态不错，他们还互相打了招呼。短暂停留后，索尼娅继续出发了，她沿着人行道走向了一个路口。当索尼娅穿过那个路口的时候，一辆警车缓缓地停了下来。她看到坐在车里的警察与索尼娅进行了对话，谈话结束后，索尼娅就坐上警车离开了。这名女子表示，之所以现在才说出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担心会惹上麻烦。在看到警察一直没有抓到凶手后，他才鼓起勇气站了出来。警方在得知这条线索后非常震惊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队伍里竟然出现了坏人。通过查询出勤记录，警方很快锁定了当晚执勤的警察，他们分别是保罗和欧文斯。在对这2名警察问话时，他们都否认当晚有见过索尼娅。保罗说，那晚他一直在警局里写报告，没有外出执勤。欧文斯则表示，当晚他在距离事发地点很远的一个酒吧附近巡逻，直到凌晨3点左右，他才离开了那里。虽然他们对案发当晚的活动给出了具体的时间，但是都没有人可以证明他们的说法。出于这个原因，警方决定对2人进行测谎。为了公平起见，他们把测谎地点定在了安克雷奇的警察局，这2名警察也都同意了。2003年9月23日，距离去安克雷奇测谎的前一天，诺姆镇的警局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，停在警局里的一辆警车突然不见了。警车里有很多贵重的设备以及全自动武器，如果被坏人拿到，很可能会发生一系列严重的后果。接到消息的警方马上集合，开始分头寻找这辆丢失的警车。几个小时后，对讲机里传来了激烈的枪声。欧文斯报告称，他找到了那辆丢失的警车。收到这条信息后，警方马上赶到了事发现场。此时偷车贼早已不见踪影，
现场只剩下那辆被打烂的警车以及孤勇奋战的欧文斯。欧文斯表示，他在检查这辆被盗的警车时遭遇了偷车贼的伏击，他和这名偷车贼发生了激烈的枪战，最后这名偷车贼被他打得落荒而逃。欧文斯的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他的制服一尘不染，身上也没有枪伤，不像是遭遇伏击的样子。经检查，被盗的警车内没有丢失任何物品，在副驾驶的座位上，警方发现了一封威胁信，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：我讨厌警察，你们都是一群猪，我和索尼娅并不认识，他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地点，希望你们好自为之，不要再紧抓不放，否则你们都将惹上麻烦。当警方读完这封信的时候，其实心里已经有了怀疑对象，这场偷车事件怎么看都像是欧文斯一手策划的。考虑到明天他要去安克雷奇做测谎，所以警方暂时没有对他进行问话。第二天一早，保罗和欧文斯如约登上了飞往安克雷奇的飞机。保罗完成了一系列测试，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但欧文斯一下飞机后就躲进了医院。他表示昨天发生的枪战让他精神出现了问题，现在不适合接受测谎。这一举动无疑证实了欧文斯就是凶手。随后警方对他进行了调查。欧文斯的前妻表示，8月12号，也就是报告索尼娅失踪的前一天，欧文斯突然打电话要求他提前接走孩子。欧文斯给出的理由是，镇上有个女孩失踪了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，他要处理这起失踪案，没空照看孩子。还有一名目击者表示，在索尼娅遇害的几天后，他曾看到过欧文斯在一个废弃的木屋旁焚烧了一些东西。通过目击者提供的线索，警方来到了焚烧地点。在对灰烬检查后，警方找到了一些牛仔裤上面的纽扣以及鞋子上的金属配件，这些物品被证实来自索尼娅失踪时所穿的衣服和鞋子。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人证物证，随后欧文斯因谋杀罪被警方抓捕。在被拘留期间，警方多次对欧文斯进行了审讯，但是嘴硬的欧文斯一直拒不交代这一切。可是他并不知道，在他被抓捕后，警方接到了很多举报电话，有多名年轻女子报告称，她们曾遭遇过欧文斯的侵犯。据警方了解，这些受害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，他们都是当地的原住民，事发时也都处在醉酒的状态。欧文斯一直有利用职务之便侵犯醉酒女性的习惯，选择这些受害者作为目标的原因非常简单，在外人看来，警察护送醉酒女性回家不会引起怀疑，而且这些受害者由于喝醉了，通常不会激烈反抗。假如遇到有人举报他也可以利用受害者喝醉了作为理由躲过去。在案发的前段时间，曾经有2名受害者举报了欧文斯的犯罪行为，但是当局在接到这些举报后，认为这些受害者当时喝醉了，意识不清楚，他们选择相信自己同事的话，而不是这些喝醉土著女性的证词。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，警方对整个案件进行了梳理。他们认为欧文斯在上街巡逻时偶遇了独自回家的索尼娅。一开始欧文斯可能以为索尼娅喝醉了，于是他假借护送回家作为借口，把索尼娅骗上了警车。在回家的过程中，出于对警察的信任，索尼娅毫无防备地在警车上睡着了。看到索尼娅的状态后，欧文斯更加确信索尼娅一定是喝醉了，于是他把车开到了一处偏僻的小路附近。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，索尼娅突然被惊醒，然后他开始大喊大叫。这种激烈的反应让欧文斯意识到索尼娅并不是醉酒的状态。如果索尼娅没有喝酒又去警局举报他肯定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惩罚。为了隐瞒自己的罪行，欧文斯无情地结束了索尼娅的生命。2003年11月4日，索尼娅遇害的3个月后，欧文斯在当地接受了第一次审讯。这场漫长的官司在经历了50天举证、10天商议后，最终因陪审团意见不统一被宣告审判无效。据调查，当时陪审的人员中有多名成员与欧文斯都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关系，所以这起案件在诺姆镇很难得到公正的判决。2005年12月6日，此案移交到了别的城市再次开庭。这次审判进行得非常顺利，最终陪审团达成了一致的结果。欧文斯因犯有谋杀罪、伪造证物罪被判处101年监禁，34年后他有获得假释的可能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